今天我要讲一个藏在你的脸上，花多少钱都买不到，却能真正救你一命的记号。这个记号，它不看你的五官长得标致不标致，也不看你的皱纹多不多，但就是这个记号，它冥冥之中决定了你这一生的后半程究竟是灾难多还是福报多。老祖宗常说，万事万物离不开因果，这世界没有无缘无故发生的事，自然也没有无缘无故长成的脸。你有没有想过，究竟是什么力量决定了我们到了50岁、60岁以后，长的是一脸庄严福气，还是一脸凶相苦相？这里我想引用印光大师的一段话，用来解释面相，那真是一针见血。大师是这么说的，譬如慈善有德之人，心地行为悉皆正大光明，故其相貌亦现慈善光华之相，彼故无心求相貌容颜之好，而自然会好。这话说得太透彻了，意思是说，一个心存善念、行事光明磊落的人，他压根儿不用刻意去求什么好面相，他脸上的光彩是自然流露出来的。反过来，大师也说了，那些造业之人，心里头龌龊、计较、凶恶，他的那张脸也会随之变得暗淡、浑浊。哪怕他拼了命的想装出一副好人的样子，哪怕他脸上堆满了笑，那种从骨子里透出来的晦气是遮都遮不住的。简单来说，这前半生的经历是墨，你的心就是最好的雕刻师，一刀一刀把你的念头都刻在了脸上。在生活中，你一定有过这样的体验，在台北的街头巷尾，或者是去参加一些老朋友的聚会，总会遇到这样的人。哪怕他五官长得普普通通，甚至可以说有点丑，但是你一看到他，心里头就觉得舒服，觉得亲切，不由自主的就想跟他多聊两句，想多跟他待一会儿。这种感觉就叫做如沐春风。相反，也有些人明明五官长得很精致，年轻时可能还是个大美人、大帅哥，打扮的也光鲜亮丽，但不知道为什么，你一靠近他，就觉得浑身不自在，总觉得他身上透着一股戾气，或者是一股刻薄劲儿，让人下意识的想离远一点，生怕沾上什么不好的东西。我想起多年前，我在台北一个传统菜市场经常碰到的老人家，那是一位卖菜的阿婆，看上去年纪也不小了，估计得有60、70岁。大家试着回想一下那种场景，菜市场里人挤人，充满了鱼腥味、和泥土味。这位阿婆呢，就守着一个小摊位，她的样子实在是太普通了，头发花白，而且有些乱，随便用个发夹别在脑后。她身上穿的也就是路边摊几十块钱一件的旧碎花衬衫，洗得都有点发白了。至于脸，那就更不用说了，她哪有闲钱去擦什么高档护肤品，脸上的皱纹深得就像风干的核桃皮一样，双手也是布满了老茧和裂口。可是怪事来了，你如果仔细观察就会发现，他那个不起眼的小摊位前生意就是特别好。无论是谁，哪怕是匆匆忙忙赶着去上班的年轻人，路过都要停下来跟他打声招呼，喊一声阿婆，今天的青菜新鲜吗？只要有人一喊，他就会抬起头来。就在他抬头的那一瞬间，那个笑容，哎呀，真的就像冬天的太阳照在身上一样暖和，真的就是我们说的如沐春风。当他看着你的时候，你会觉得他是在真心的欢迎你，而不是盯着你口袋里的钱。你看着他就觉得心里特别踏实，好像回到乡下老家见到了自己的长辈一样。甚至我还发现一个有趣的细节，就连路边那些没人管的流浪狗都特别喜欢趴在他的脚边睡觉。人会撒谎，人会客套，但动物不会。动物是最敏感的，它们天生就知道哪里安全，哪里有疝气，哪里可以安心的把肚皮露出来。你说这位卖菜的阿婆，她懂什么风水吗？她肯定不懂。她懂什么高深的命理八字吗？她也不懂。她可能连字都不识几个，但是她脸上就有一个连我也很羡慕的记号。佛家管这个叫柔和光明之相，我们学中医的叫正气存内，邪不可干。诸位现在静下心来想一想，抛开你脸上的皱纹，抛开那些老年斑，请你走到镜子前，或者在心里看看自己的脸，你的脸上是有那股让人想亲近的暖光，还是有一股让人想逃跑的戾气？其实这个柔和光明之相就是救命的记号，它跟你父母把你的五官生得好不好看其实没多大关系，它是你这几十年里心里的每一个念头，日积月累
把你身体里的气血调和之后，透过皮肤透出来的一种光。也许你会问了，这个记号到底长什么样？它具体在脸上的哪个部位？如果我现在照镜子发现自己没有，或者觉得自己脸上的戾气太重了，到了这个岁数还来得及把它修出来吗？别急，接下来我们要把这张脸拆开了，揉碎了，一个部位一个部位地细细讲。等我们讲透了，你也就明白了为什么你的身体是现在这个状况，为什么你的命是现在这个样子，然后再教你如何去修。那我们第一个要看的部位绝对不是什么鼻子高不高，下巴尖不尖，我们要看的是那扇窗户，也就是你的眼。相书上常说问富在鼻，问贵在眼，但是大家千万不要误会，这里说的贵不是说你以后能当多大的官，或者发多大的财，住多大的豪宅。这个贵指的是你这个人生命本质的贵气，是你身上那股浩然的正气。这双眼睛就是你心性的显示器。中医讲肝开窍于目，佛家讲眼是心之窗。这两句话其实说的是同一回事，是一个道理的两个面。你的肝气舒不舒畅，你的心神安不安宁，全部都写在你的眼睛里，这是一点假都掺不得的，藏都藏不住。年轻的时候我们看人可能看外表看穿着，但到了现在这个年纪，阅历多了，我们看人就要学会看神。我先教大家一个简单的法子，怎么看那种心术不正的人，或者说怎么看那种容易招灾惹祸的倒霉蛋。以前我在诊所坐诊的时候，经常会有一些年轻人来看病，有些人穿的那是人模人样的，西装笔挺，头发梳得油光锃亮，长得也不赖，就像现在的电视明星一样。但是只要他一坐下来跟我说话，你就会发现不对劲，他的那个眼珠子就滴溜溜的乱转，一会看左边，一会看右边，就是不敢跟我的眼神对视，哪怕偶尔碰上了不到3秒钟，他马上就会把眼神移开。这就叫典型的神散。从中医的角度来讲，这是身体出了问题，是肝气郁结，心火太旺，导致魂不守舍，魂都没了，神自然就散了。而从命理的角度来讲，这种眼神叫游移不定。为什么他的眼神会游移？为什么不敢看人？因为他心里有鬼嘛。一个心地不善良，或者是心里装了太多算计的人，他时刻都在盘算，我说这句话会不会吃亏，我刚才撒了那个谎会不会被医生拆穿，我看这人能不能利用一下。他的大脑每秒钟都在高速运转这些乌七八糟的东西，这需要消耗大量的能量，消耗大量的气血，肝血被消耗光了，不足以濡养眼睛，眼神自然就飘，自然就浊。我记得之前有个在商界很有名的女企业家，特意飞来找我调理身体。那时候她大概50多岁，正是事业有成的时候。她一进门还没看到人，那个昂贵的香水味就扑鼻而来，全身上下都是名牌，手里拎的包都要几十万。她坐下来，把手伸出来让我把脉。我抬头看了她一眼，说实话，单看那张脸保养的是非常精致，皮肤绷得紧紧的，估计是做了不少医美项目，一丝皱纹都没有，眉毛纹得整整齐齐，眼睫毛接得像扇子一样长。她说话也是轻声细语的，很有礼貌，满口挂着阿弥陀佛，还跟我说她每年都要捐多少钱给寺庙，做多少善事。可是当我仔细看她的眼睛时，我心里就是一惊。我能清楚地感觉到她的眼神里其实藏着一把刀，虽然她在笑，嘴巴是弯的，但那个笑意只是浮在皮肉上，根本没进眼底。她的眼白多，眼黑少，这在中医讲是肝阳上亢，火气太冲，在相学里这更是典型的4白眼。拥有这种眼神的人往往心机极深，极度自私，平时可能用慈悲用慈善来包装自己，看起来像个活菩萨，但一旦涉及到核心利益，一旦有人挡了他的路，他能毫不犹豫地把对方的骨头都嚼碎了。他问我，倪师，为什么我很注重养生，吃的都是有机的，补品也没少吃，可身体却问题不断，而且总觉得背心发凉，晚上经常做噩梦，梦到有人追杀我。我当时心里很清楚根源在哪里。我看着他，很诚恳地跟他说，太太，你这恐怕不是身体的病，是煞。你虽然吃斋念佛，但你的心没有松下来，你的心里时刻都在算计，时刻都在防备。你脸上的玻尿酸或许填平了岁月的皱纹，
但填不平你眉宇间的那股杀气。这股气如果不散，你吃再多名贵的补药，到了肚子里那都是毒药。他听完之后脸色变得很难看，因为我说中了他的心事。这就是典型的有相无心，那个福气是假的，是有漏洞的。结果呢，不到半年，我就听说他的公司项目出了大问题，资金链断裂，甚至还被爆出了很多商业丑闻，卷进了官司里。相由心生，那个灾其实早就挂在他的眼角眉梢了，只是他自己看不见罢了。既然那些眼神游离、心怀鬼胎的人面相上早就挂了灾，那我们要修的这个救命记号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呢？大家请注意听，佛家讲的那个柔和光明的眼神，它跟你的视力好坏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我们到了这个岁数，老眼昏花，那是正常的生理现象。我也戴老花镜看报纸，有时候还得拿着放大镜，但是视力模糊不代表眼神浑浊。真正好的眼神，关键在于一个定字，还有一个清字。不妨回想一下，你有没有去过那些香火鼎盛的古寺，或者你有没有机会回到乡下老家，去看看那些一辈子都在土地上耕作，心地特别淳朴的老农夫。这些老人家可能70、80岁了，背都驼了，眼睛也花了，甚至连手里拿的是100块还是500块都要辨认半天。但是当你跟他们面对面坐着，当你看着他们的眼睛时，你会有一种什么感觉？你会觉得像是在看一口深不见底的古井，或者是一潭没有波纹的静水。那个眼神是完全定住的。当他看你的时候，他是全神贯注的，是慈悲的，他不躲闪，因为他心里没鬼；他不审视，因为他不想从你身上算计什么；他也不评判，因为他接纳这世间的一切。这就叫做佛家讲的慈眉善目。为什么他们能做到这一点？这背后的依理其实很简单，因为心地善良、欲望很少的人，他心无挂碍，他早上起来不想着怎么占邻居的便宜，晚上睡觉不想着怎么去害那个竞争对手，他没那么多弯弯绕绕的心眼，所以他的肝气是正的，是顺畅无阻的。中医讲肝受血而能视，肝气顺了，肝血就充足，就能源源不断的滋养眼睛。这种被清净血液滋养出来的眼睛，哪怕外面有了白内障，那个眼底透出来的光依然像婴儿一样透着一股子清气，这就叫神清如水。拥有这种眼神的人，哪怕遇到了大灾大难，大家都在慌乱尖叫四处乱跑的时候，他能静得下来。古人说静能生慧，心一静，智慧就生出来了，他就能在混乱中看清路在哪里，生门在哪里。你说这是不是比万贯家财还值钱的救命记号？刚才我们讲了眼睛，眼睛代表的是一个人的神，神有了，接下来我们要看什么？要看气。这脸上的气色就是你命运的晴雨表，更是你心脏健康的监视器。很多人不懂这个道理啊，经常有朋友跑来跟我说，尼师，你看我最近红光满面，脸上红扑扑的，是不是要走大运呢？是不是要发财了？我一看往往会吓一跳，我心里想，那哪是发财的征兆，搞不好那是回光返照，那是高血压，是中风的前兆啊。中医里有句经典的话叫心其华在面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你的心脏功能好不好，你的心肠好不好，全部都像画画一样画在你的脸上。心脏在五行里属火，它是君主之官，就是身体里的皇帝。如果你心地善良，为人厚道，你的这个心火就是温暖的，就像冬日里正午的太阳照在身上，暖洋洋的，万物都能生长。这种温暖的心火表现在脸上就是红润，但那种红是隐隐约约透出来的，像一块上好的美玉一样有光泽，看着就舒服。但是如果你心术不正，或者天天焦虑急躁，动不动就发脾气，那你的心火就变成了妖火，变成了燥火。这种火表现在脸上通常有两种情况，一种是油腻暗沉，像没洗干净脸一样，另一种就是那种像是刚喝了2斤白酒一样的惨红，红的刺眼，红的浮躁。你看看现在社会上很多人，尤其是那些做大生意天天忙于应酬的人，脸上看的也有光，但那个光像是刚抹了一层猪油，油腻腻的浮在皮面上，让人觉得不清爽。我告诉诸位，这在中医里有一个专门的字叫垢，就是污垢的垢。这代表什么？代表你身体里湿热太重，那是大鱼大肉吃出来的垃圾，也代表你心里的欲望太重，那是
贪婪和算计熏出来的油烟。凡是这种面相的人，往往伴随着三高，甚至时刻都有突发心梗的风险。那个油光其实就是身体在报警了。而佛家讲的柔和光明，那个光是润的。大家见过羊脂白玉吗？那块玉亮不亮？亮。但它刺眼吗？不刺眼。它是一种含蓄的温润的光。心地善良的人，脸上的皮肤就算有皱纹，就算有斑点，那个底色也是透亮的，是干净的。为了让大家更明白这个道理，我跟你们讲个真实的故事。这个案例太经典了。我以前在台湾住的时候，有个老邻居，我们都叫她陈大嫂。讲实话，如果倒退30年，看她年轻时候的那个面相，那就是我们相学里最要避讳的苦命相。她的颧骨长得很高，两边的腮帮子也没肉，瘪进去的，鼻梁也是塌的。按照相书上那一套来讲，这叫孤峰独耸，通常被认为是克夫劳碌留不住福气的命。事实上也确实如此。她年轻时候命很苦，30多岁老公就生病走了，留下3个孩子，还欠了一屁股债。照理说，经历了这么多磨难，这种人应该满脸怨气，越长越刻薄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位陈大嫂不一样，她每天起早贪黑做工，帮人洗衣服做饭，从来没听她抱怨过一句老天爷不公，邻居谁家有点事。她那个热心肠啊，丢下饭碗就去帮，谁家2口子吵架她去劝，没几句话大家都笑了，因为她身上有股让人安心的力量。就这么过了20-30年，等到她60多岁的时候，奇迹发生了。虽然她的骨头没变，颧骨还是高，鼻子还是塌，整容医生也变不了骨头嘛，但是她的脸变得饱满了。那个饱满不是吃胖了长出来的肥肉，而是一种很松软很慈祥的肉。她的脸色红扑扑的，像婴儿一样透着粉色。最神奇的是，她的眼角和嘴边长出了一些细细的纹路。诸位记住了，如果你脸上长了这种纹，千万别急着去打除皱针，这叫阴质纹。这是你做善事做多了，积德积多了，老天爷给你盖的章。有了这个纹，有了这个玉一样的气色，谁看到他都觉得亲切，都想喊一声阿母。他晚年过得非常好，3个孩子个个孝顺有出息，他走到哪里都有人敬重。这就叫有心无相，相随心转。他的心火是正的，硬生生把一副烂牌打成了王炸。他用30年的善良，把自己的苦命相改成了菩萨相。所以你们以后看人或者看自己，不要总是盯着五官不放，不要纠结眼睛大不大，鼻子高不高，你要看那个色。如果一个人的脸总是青黑色的，像蒙了一层灰，离他远点，这人要么心狠手辣，要么正走大霉运，别被他牵连。如果一个人的脸总是油光发亮，但眼神飘忽，这往往是诈骗犯或者暴发户，富贵长久不了，身体也快垮了。如果一个人的脸虽然布满皱纹，但肤色透亮，让人看了很舒服，这就是我们要找的贵人，也是我们要修成的样子。这种玉色你打多少玻尿酸都打不出来，因为它是从心脏蹦出来的血，带着你善良的温度一点一点滋养出来的。好，刚刚我们讲了眼和心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进去。但是除了眼睛和脸色，还有一样东西，它是无形的，看不见摸不着，却能实实在在地影响我们周围的人和事，那就是我们的气场。诸位，我们先来做一个生活中的小实验，回想一下你坐公车或者搭捷运时候的经历。早高峰的时候，车厢里挤得像沙丁鱼罐头一样，大家都还要赶着去办事，心气儿都不太顺。这时候车门开了，上来一个人，这个人穿着西装笔挺，打着领带，甚至手里还提着个名牌公文包，看着像个大学教授或者是个大公司的主管。但是怪事发生了，他往那一站，甚至还没开口说话，周围的空气好像突然就凝固了，降了好几度。坐在他旁边的人会不自觉地把身子往旁边缩，甚至宁愿站起来换个位置，也不想挨着他。哪怕闭着眼睛，你都能感觉到身边戳了一根刺，让人浑身紧绷不自在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人身上带了一股很强的煞气。也许他刚刚在家跟老婆大吵了一架，也许他在公司正在算计怎么整垮竞争对手。他那种紧绷的、愤怒的、充满攻击性的脑电波，直接干扰了周围的磁场。这种无形的压力会让周围人的潜意识报警，离他远点，
这人危险，这就叫令人敬而远之。我们再换个场景，下一站上来一位普普通通的大妈，她手里可能还提着把刚从早市买回来的葱，身上有着淡淡的油烟味，长得也不好看，胖乎乎的。但是她往那一站，你会觉得周围的空气突然变得松弛了。坐在旁边的人不但不会躲，甚至还想跟她搭两句话。哎呀，大姐，今天的葱看着很新鲜哦，多少钱一把？甚至如果车身猛地晃了一下，你不小心撞到了她，她不会瞪眼，反而会笑呵呵地扶你一把，说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小心站稳。哦，这司机开车太猛啦！那一瞬间，你的心里是不是暖了一下？这就叫如沐春风。这就是我们要修的第3个救命记号，温暖且强大的气场。很多人觉得气场这个词太玄乎，好像是武侠小说里才有的。其实用我们中医的道理来讲，这再科学不过了。中医讲，人体体表流动的一层气叫做卫气，保卫的卫。这层气是从哪里来的？它是你身体里的水谷精微化成的，更是你五脏六腑能量的外溢。如果一个人常年行善，心里面有贪嗔痴这些毒素堵着，他的经络就是畅通无阻的，他的每一个细胞都在散发着一种和谐的稳定的波动。这种卫气散发到体外，就是一个圆润温暖的保护罩。反过来，如果一个人心术不正，整天琢磨歪门邪道，或者怨气冲天，他的经络是淤堵的，他的气血是混乱的，他散发出来的卫气就是带刺的，是冰冷的，甚至是黑色的。这就解释了佛经里讲的佛陀有32相80种随行。好，很多人以为那是神话传说，其实那是修心修到极致后的生理反应。当你的身体绝对纯净，你的磁场就能让众生感到安宁。那你可能会问了，尼师，这气场好坏除了让人看得舒服点，到底有什么实际的好处？能不能救命？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，能，而且是大大的能。诸位，我们老祖宗早就说过一句话，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。到了物理学里，这叫同频共振。如果你的气场是温暖光明的，你就是一个活脱脱的聚宝盆，你发出的信号是善意的，那么宇宙中那些同样频率的人和事就会被你吸引过来。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些人生意特别好做。我有几个做企业的老朋友，生意做得很大。有一次我问其中一位，你跟客户谈判有什么秘诀？他笑了笑说，哪有什么秘诀？很多时候合同还没拿出来，生意就谈成了一半。因为客户见到我，觉得我这人靠谱，气场对路，他不防备我。相反，有些人嘴巴说出花儿来，逻辑天衣无缝，可客户最后还是不签。为什么？因为客户的直觉在报警，这人身上气场不对，阴沉沉的，肯定有坑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个气场能挡灾。我看过很多车祸意外的案例，有时候一车人出事，惨不忍睹，但偏偏就那么一个人，只是擦破了点皮，毫发无伤。事后你去打听，这人平时绝对是个乐天派，是个大善人，是个傻大姐或者憨大哥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的气场是一个高能量的保护罩，那些倒霉的晦气的低能量碰到他的这个强磁场，直接就被弹开了，根本近不了身。这就是孟子讲的无善养无浩然之气。反过来，如果你一身戾气，整天抱怨，那你就是一个移动的垃圾回收站，你吸引来的一定也是流氓、骗子、倒霉鬼，因为只有他们的频率跟你是一样的，这就叫失道寡助。讲到这里，很多人可能听得热血沸腾了，心想，尼师，我懂了，原来修心这么有用，那从此以后我要做个大善人，别人要什么我都给。别人打我左脸，我把右脸也伸过去，千万别。如果你真这么想，那你这就不是在修福报，而是在给自己挖坑了。真正的救命记号绝对不是让你变成一个唯唯诺诺、一脸受气包的样子。我诊所里经常来一种病人，特别是女性朋友居多，那种病那种面相看得让人心疼，但也让人警醒。他们一走进诊室，你看他的面相绝对不是那种凶神恶煞的人，相反，他们说话细声细气，生怕打扰了医生，坐姿端端正正，非常有教养。问他哪里不舒服，他还没开口，眼圈先红了，眼泪扑簌扑簌的往下掉。这时候只要我一摸脉，
往往是心惊肉跳，那个脉象要么沉细的摸不到，要么弦紧的像拉满了弓弦。这在中医里叫肝气郁结，叫气滞血瘀。再一问病史，不是甲状腺结节，就是乳房有硬块，严重的甚至已经是乳腺癌或者肝癌晚期了。我就问他，你是不是平时在家里谁的话都听，谁跟你借钱你都给，谁欺负了你你都往肚子里咽？他一边擦眼泪一边点头跟我诉苦，尼师啊，我这辈子没做过坏事，我想着吃亏是福，我想着家和万事兴，我不想跟人计较，可是为什么老天爷要这么惩罚我，让我得这一身病？每当听到这句话，我心里都很难受，但我必须狠狠地把他骂醒。我会跟他说，太太，你搞错了，老天爷没有惩罚你，是你自己惩罚了自己，你那不叫吃亏是福，你那叫纵容作恶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在中医里我们讲怒伤肝，大家都以为发脾气暴跳如雷才叫伤肝，对不对？错，大错特错。那种发出来的脾气虽然不好，但至少那个能量释放出去了。最伤肝的是隐忍之怒，就是明明你心里很生气，明明对方骑在你头上拉屎，你却为了所谓的面子，为了所谓的和谐，硬生生把那口恶气给憋回去了。这就好比是一个高压锅，火在底下烧着，你却把出气阀给堵死了，那股气出不去，它能去哪？它只能在你的五脏六腑里乱窜。它攻到脖子就是甲状腺结节，攻到乳房就是乳腺增生，攻到子宫就是肌瘤，攻到肝脏就是肿瘤。你以为你是在休养，是在忍让，殊不知那个毒气全被你自己的身体吸收了。你再看看这种人的面相，虽然不凶，但是有一个字可以形容，那就是苦。眉尾通常是耷拉着的，那是长期委屈造成的。嘴角总是微微向下撇，那是心里有苦说不出。脸上的气色不是那种柔和的光明，而是一种挥之不去的晦暗，像洗不干净的旧抹布。这不是我们要修的柔和光明之相，这是窝囊晦暗之相。我以前有个老病人，姑且叫她林阿姨吧，那真是在邻里间口碑极好的老好人。亲戚来借钱，明明自家孩子上学都紧巴巴的，她不敢拒绝，去借高利贷也要借给亲戚。儿媳妇对她不好，让她睡阳台，把她当保姆使唤，她也不敢吭声，还在外面夸儿媳妇孝顺，怕被人笑话。她以为这叫感化，这叫修德。结果呢，那个亲戚觉得她好欺负，钱不但不还，还反过来说她坏话，说她傻。儿媳妇觉得她没底线，变本加厉地虐待她。林阿姨最后得了什么病？肝癌晚期，发现的时候已经扩散了。她临走前躺在病床上，整个人瘦了皮包骨头，拉着我的手问，尼师，佛祖不是说善有善报吗？难道佛经是骗人的吗？我当时看着他那一双充满疑惑和痛苦的眼睛，我跟他说了一段话，希望大家也能记在心里。我说，林阿姨，佛祖没骗人，但是佛祖也说了，慈悲要有智慧。你的善良如果没有长出牙齿，那就是软弱。你把坏人喂饱了，就是对自己残忍。诸位，这个案例是不是很扎心？但这就是现实。没有智慧的善良就是愚蠢。你把自己搞了一身病，你脸上的风水能好吗？绝对好不了。一个连自己都不爱护的人，怎么可能修出福报来？所以真正修出柔和光明之相的人，他不仅仅是柔，他骨子里还有刚。大家去寺庙里看佛菩萨的法相有两种，一种是低眉顺眼，手持净瓶杨柳，那是观音菩萨，代表慈悲，代表包容；另一种是怒目圆睁，手持金刚降魔杵，脚踩小鬼，那是金刚护法，代表威严，代表规矩。这就是古人讲的金刚怒目，所以降伏四魔；菩萨低眉，所以慈悲六道。这两者缺一不可。你看那些真正有大福报的企业家，或者是修行有成的高僧大德，他们笑的时候确实让你如沐春风，觉得特别亲切。但是当他们严肃的时候，当他们遇到原则问题的时候，你会感到一种不怒自威的震慑力。他们的眼神会瞬间变得像鹰一样锐利，让那些心术不正的小人看一眼就害怕，根本不敢造次。这就叫正气。正气不仅仅是温暖的，它也是有力量的，是有锋芒的。所以我今天要教大家怎么修这个记号。要想脸上有真正的救命记号，除了前面说的修善心，你还得学会这一招，那就是
要把你的善良长出鳞甲来。这具体要怎么做？我有2点建议，请你务必记下。第一，要有底线，要敢于立规矩。当别人第一次试探你的底线，比如言语上不尊重你，或者在利益上想占你便宜的时候，请你记住了，你的脸千万不要陪笑，千万不要一味忍让。有时候你发一次脾气，其实是在帮对方，因为你阻止了他造业，你阻止了他变成一个更坏的人，这难道不是一种更大的慈悲吗？只要你的心是正的，不是为了发泄私愤，那么这种怒就是金刚之怒，是能辟邪的。第二，气要顺，不要憋，这是为了你的身体好。遇到实在不公的事，该讲道理就讲道理，该骂2句就骂2句。当然，我说的骂不是像泼妇骂街那样撒泼打滚，那样会损你的形象，也会坏了你的面相。我说的骂是有理有据的表达你的愤怒，或者在家里把那个不开心的事写在纸上，然后撕碎了。总之，一定要把这口恶气给排出去。气顺了，肝就舒畅了。诸位请记住，核心好人绝对不是软柿子，我们要修的是一颗勇敢、智慧、强大的善心。只有这样的心，才能长出一张既慈悲又庄严的脸。那张脸上既有春风般的温暖，又有泰山般的稳重。有了这张脸，好人会亲近你，坏人会敬畏你，灾难会绕着你走。这才是一张真正能镇得住场子、引得来福报的救命脸。讲到这里，道理我们算是讲透了，心法也传授了。但是我知道很多人心里还在打鼓，尤其是那些对自己外貌已经很焦虑的朋友。我们常听说一句话叫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很多人就拿这句话当借口，说哎呀，我脾气就这样，我命就这样，改不了了。但我今天要告诉你下一句，本性若移，江山必改。你的命不好，是因为你的性格不好，你的习惯不好。如果你能把这几十年的坏习惯改掉，那原本注定的那座江山，也就是你的命运，绝对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想要脸上长出那个救命的柔和光明，想要把那张写满沧桑的苦相修成福相，请按照我下面说的去做。我要给你开3味药，这3味药不花1分钱，只要你照着做，就能有变化。第一味药，管住你的嘴。你有没有仔细观察过，为什么很多人的面相看起来特别薄？那个嘴唇薄得像刀片一样，或者嘴角两边的法令纹深得像2条深沟，把嘴巴紧紧地锁住。这在中医叫锁口纹，在相学里叫平苦相。这都是怎么来的？这是嘴巴太损修出来的。有些上了年纪的朋友，可能因为生活不如意，养成了碎碎念的习惯，天天抱怨老公没本事，赚不到大钱，抱怨儿媳妇不孝顺，饭做得不好吃，抱怨现在的年轻人不懂礼貌，甚至抱怨菜价太贵。你注意了，当你每抱怨一次，你的嘴角就会下意识地往下耷拉一次。当你每说一句尖酸刻薄的话，你的眉心就会不自觉地锁紧一次。这一天10次，1年3000次，几十年下来，那个肌肉记忆就固化了，你的脸就彻底定型成了一个怨妇相。一旦定型，哪怕你在笑，别人看着都像是在哭，像是在骂人。所以这第一味药就是要你学会截断纵流。从今天开始，我要你做一件事，话到嘴边，只要是抱怨的、刻薄的、丧气的，或者是想指责别人的，硬生生给我吞回去。实在忍不住想骂人怎么办？去厕所对着马桶骂，骂完冲掉，别对着活人骂。取而代之的要学会言施，就是用语言来布施。这很难吗？一点都不难。出门看到邻居大姐穿了件新衣服，哪怕颜色艳了点，你夸一句，哎呀，这颜色真衬你的肤色，看得真精神。回到家，儿媳妇帮你倒了杯水，哪怕是凉水，你说一句谢谢你啊，辛苦你了。哪怕是对那个让你生气的老伴，下次他再把袜子乱扔，你试着不骂他，而是换个语气，老头子，你要是能把袜子放进篮子里，我就觉得你更帅了。古人说口吐莲花，这不是神话。当你嘴里吐出来的是善意，是鼓励，你的心火是暖的，这种暖气会充盈到你的嘴唇，你的嘴唇就会变得红润饱满。那2条死死锁住嘴角的纹路，慢慢就会舒展开，变成开阔的捧场纹。这就是富贵嘴的修法。第二味药，松开你的脸。我们现在很多人，尤其是中老年男性，眉头中间都有那道深深的竖纹，
有的甚至是一根像针一样的纹路，这叫悬针纹。这在中医里是大忌，代表肝气郁结，长期精神紧张，心脏受压严重。有这个纹路的人，通常脾气急躁或者心事重重，很难长寿。怎么改？光想是不行的，要上物理手段。我们要强制性的松。我教大家一个动作，每天早上刷牙洗脸的时候，对着镜子里的自己，深吸一口气，然后刻意的把眉毛往上挑，尽量把那2个眉头的距离拉开，同时嘴角用力往上咧，露出牙齿。哪怕你当时心情不好，哪怕是假笑，也要对着镜子笑够3分钟。为什么要这样？这不傻吗？不傻，因为你的脸部肌肉是有记忆的，它长期紧绷，它就记住了那个苦的样子，它以为那个样子才是正常的。你现在要通过这种物理手段强迫它记忆越的样子，强迫肌肉放松下来。而且当你给身边的人一张笑脸的时候，这叫严施，这是最大的布施。你试想一下，你回到家是一脸阴沉，全家人都得看你脸色，气氛压抑的像停尸房，还是你一脸祥和，全家人看得都轻松。只要你坚持3个月，每天早上强制自己松脸，你会发现眉头那一带的肌肉真的会变软，那个像刀刻一样的悬针纹真的会变浅。第3味药，转动你的心，这是最核心的一味药引子。前面2位是治标，这一位是治本，那就是学会转念。我们活到这个岁数，谁没遇到过倒霉事？比如出门不小心踩了狗屎，普通人也就是苦命人，反应是这样的：哎呀，真倒霉，哪个缺德鬼干的，我这一天肯定不顺。你看这一骂，火气上来了，眉毛皱起来了，心里给自己贴了个倒霉的标签，这一天你的磁场就坏了，后面肯定还有更倒霉的事等着你。但是会修心的人，有福气的人会怎么想？他会想，哎呀，幸好踩的是狗屎，不是钉子，没扎破脚，幸好没滑倒摔一跤，这叫走狗屎运了，看来今天要发财。你看就这么一转念，心里的火气瞬间没了，反而觉得挺庆幸，脸上是舒展的。这就叫凡事发生必有利于我。如果你能练成这个心态，把心里那些嫉妒、怨恨、不甘心、攀比心像倒垃圾一样，每天晚上睡觉前全部倒掉，你的5脏6腑没有了这些毒素的干扰，他们就能安安心心的工作，你的气血就能顺畅的滋养你的皮肤，你的眼神绝对会变得像婴儿一样清澈。最后，为了证明这3味药的功效，我给你们讲个发生在我身边的真实改变。那是几年前，有个年轻人来找我，大概30出头，长得其实挺端正，五官没毛病，但就是一脸的衰气，眉毛是倒挂的，眼神死气沉沉，皮肤泛着青灰色。他跟我说，他失业3年了，干啥不成，做生意赔本，谈恋爱被甩，喝凉水都塞牙，觉得活着没意思，甚至想去轻生。我看他那样子，就跟他讲，小伙子，你先别死，死都不怕了，还怕做点好事吗？我给他开了个方子，你去给社区做义工，每天必须做3件好事，不论大小，比如把倒在地上的共享单车扶起来，把楼道里的垃圾捡走，给保安大哥递瓶水，坚持1年，如果没有变化，你再来找我。他一开始不信啊，觉得我是在忽悠他，但他也没别的路走了，就硬着头皮去干。一开始是强迫自己做，甚至做的时候心里还嘀咕，后来慢慢变成了习惯。他发现当他帮那个提米的老奶奶把米扛上楼时，老奶奶那句真诚的谢谢让他冰冷的心暖了一下。1年后他再来找我，诸位，我当时真的差点没认出来，虽然五官还是那个五官，眼睛还是那么大，鼻子还是那么高，但他整个人亮了，腰杆挺直了，走路带风，眼神里有了光彩，那种死气沉沉的灰色完全退掉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健康的红润。他高兴地跟我说，尼斯，太神奇了，我不但找到工作了，还找了个特别好的女朋友，我现在觉得活着真好。你看整容了吗？没整。改名了吗？没改。你看风水了吗？也没看。他只是把心里的那盏灯给点亮了。当他开始利他的时候，宇宙的正能量就开始回流到他身上，那个救命的记号自然就浮现在脸上了，命运的河流自然就转弯了。各位，不知不觉我们已经聊了这么多，我看了一辈子的病，
算了一辈子的命。经常有人问我，尼师，我家风水不好，门朝向不对，是不是要搬家？尼师，我祖坟是不是有问题？是不是要请大师去迁坟？我今天告诉你们一句掏心窝子的话，这世上最大的风水，不是你住的房子，那叫阳宅，也不是你祖宗埋的地方，那叫阴宅。最大的风水是你的心宅。易经里讲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，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。这个家指的不仅仅是家庭，更是你的心地。如果你的心是阴暗的，是潮湿的，是布满荆棘的，整天算计这个恨那个，那你就算住在皇宫里，就算你家祖坟冒青烟，你也得生癌，你也得倒霉，因为你这个心宅漏雨了，塌方了。如果你的心是光明的，是宽敞的，是时刻想着利他的，哪怕你住在茅棚里，那里也是福地洞天，那里也是菩萨的道场，因为你自带光芒，妖魔鬼怪根本不敢近身。为什么我说心地善良的人脸上会有记号？因为人心就是一根天线，当你心存善念的时候，你就接通了天地之间那股最浩然的正气。这股气一通，你的五脏六腑就顺了，你的面相就亮了，你的运势就开了。所以别再向外求了，不要去整容。最好的贵人就是那个善良的自己。只要你起心动念皆是善，老天爷都得给你让路。好了，课快讲完了，但是修行才刚刚开始。我不要你们听完觉得有道理就算了，我要你们立刻马上行动起来。古人说，言语也是咒语，你嘴里说出的话，你写下的字，都是有能量的。现在我请诸位同学做一件事，请在下方的评论区留下你的善愿。你可以写下一句对自己或者对家人的祝福，你可以写下一句你今天想做的善事，或者哪怕只是简简单单留下一句日行一善，相由心生。不要小看这个动作，当你打下这行字的时候，你就等于向宇宙向天地发出了一个信号，你就在自己的心里种下了一颗光明的种子。如果这篇文章能有几千条几万条这样的善言，那这里就是最强的正能量磁场，每一个进来的人都能沾到这份喜气。最后送给大家一首印光大师的新命歌，心好命又好，富贵直到老。命好心不好，福变为祸兆，心好命不好，祸转为福报。心命俱不好，遭殃且平夭。心可挽乎，命最要存人道。命时造于心，吉凶为人造。性命不修心，阴阳恐虚搅。修心一听命，天地自相保。这首诗写得太好了，愿我们都能明白，与其花大钱买补品，不如好好修这颗心。愿诸位眼中有光，脸上有暖，心中有爱。愿你一生无灾无难，岁岁平安。我们下期见。